嗨，大家好，欢迎来到使人驾到的你不知道的三国系列，我是主持人叉叉 Y， 我是金老师。好的，我们这一系列的节目呢，做到了第5集哦，相信很多人应该都在跟我们敲碗说，你怎么一直都不讲吕布这个人？我相信很多人应该都很喜欢吕布这个角色，因为毕竟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嘛，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猛的一个猛将啊。我个人呢，在玩所有的三国游戏当中呢，我最喜欢用的就是头上长了2根像是蟑螂脚的吕布啊。你应该玩的是真三国无双系列，对不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我们这一集终于有机会聊到吕布了，因为这一集的标题就叫做三英战吕布嘛。那相信呢，这个也是很多三国演义或是三国迷都很喜欢的名场面，因为毕竟是刘备、关羽、张飞跟吕布大战了好几回合。那在这个电视剧当中呢，也有非常非常多精彩的打斗戏。我不知道金老师看了觉得如何？哦，我会觉得说，真的是新三国的特色呢，因为历史上很少会有武将单挑的状况。那常常在《三国演义》当中会讲说，武将大战几十回合。什么叫做回合呢？就是指说双方以前都是骑兵作战嘛，对不对？所以双方会怎么格斗？其实应该是你冲过来，我也向你这边冲过来，双方这样一交手，这叫做合。接下来双方会怎么样？各自往前面冲过去之后，再回头，这叫做回。所以为什么叫回合？是应该是这个样子打斗，而不是2个人在中间这样。然后互相用兵器压住对方这其实完全丧失骑兵作战的优势，因为骑兵最重要的是什么？其实就是速度。当你整个人那个速度加上那个重量这样攻击下去的时候，其实往往你不用做一些很复杂的招式，光那个冲击力可能就直接把步兵甚至是直接把对面的骑兵给掀翻了。反而是你固定在那边这样那边，其实你不觉得非常非常的不方便吗？我这个也是我很想问的因为它当中有很多骑马打斗的一些画面出现嘛，那史实上面有可能这样发生吗？好，我刚刚还是说单挑这种事情是极少见的，为什么？但是还是有吗？还是有，对，我们以后会说到。而且三国极少数真正发生所谓的单挑，其中一个主角就是吕布。但问题是，那真的很少见，因为大家都是军队带出来啊，那应该是军队谋略来决定胜负啊。这边额外来岔题讲一下，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战神叫做项羽，就是在楚汉相争当中那个很著名的战将项羽，西楚霸王嘛。对，他小的时候那时候叔叔抚养他，那叔叔一开始要教他剑术，而项羽就好像不太想学，他就问说：“臭小子干嘛不学？”结果项羽就喊说：“剑术只能一人敌，我要学就要学万人敌的本事。”就是说我学剑术就是单挑获胜而已嘛。是啊，战场上谁在跟你玩单挑啊？对不对？玩战术嘛。没错，所以后来叔叔教他兵法。当然啦，后来又有写说项羽读个几天之后就不想读了，叔叔觉得说这家伙以后一辈子没出息啦。殊不知项羽会觉得说这些兵法好无聊哦，我靠我一个人就可以打爆对方，我干嘛还需要什么兵法？项羽是在历史上是真的一个人开无双那种等级的，所以他大概觉得说兵法太没有用了，我一个人都大概就掀翻对方，类似这种感觉吧。但这边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其实在以前的古代，兵法的运用比你个人的无用实际有用太多太多了，所以单挑很少出现。真的会有出现的话，那一定是武将嘛，对不对？那以前小兵你就走路嘛，步兵。武将为了显示身份，你一定是骑马的对不对？所以真的就算有出现所谓的单挑场景，也会出现我们刚刚所讲的回合制。那其实这个回合更早会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是发生在春秋战国时代。春秋时代当时骑兵还不流行，真正流行的是战车，不是坦克那个战车不会开炮的所谓的战车是怎么样？是用马拉的车，是这上面会有3个人，分别是驾驶的人、射箭的人跟近身格斗的人。以前战车上面的那些士兵只有贵族才可以担任，所以在以前呢，春秋时代有的时候会怎么样？会有制师。什么叫制师？就是说双方来到阵前的时候，不要叫军队出手，今天我们双方只是要分出个胜负。那与其一群人打，不如我们这怎么样？各自派出一辆战车，谁赢了，谁就是获得今天的胜利。这个叫制师，这个最接近大家想象当中的单挑，所以才会有出现这个回合。这个时候就更
更明显的嘛，你不可能两辆战车，因为战车它有宽度嘛，你战车如果真的并驾齐驱的话，就会怎么样？就只是两个人砍来砍去，那就是直线加速赛了。对，就一起这样开，然后两个人一直砍，然后马车夫就一直在那边驾驶，然后旁边那个射箭就只好一直坐在那边，很无聊。有可能发生状况吗？不可能嘛，对不对？所以在新三国，我只能讲它很有它的美学。好，对，那个如果观众喜欢的话，恭喜你很喜欢。是。如果你会觉得说这根本不符合历史，因为我们一开始讲嘛，历史当中真的要出现单挑场面实在是太少见了哈。而且刚刚听你那样描述，这样子的回合，其实胜负就是决定在那一瞬间而已啊。对，这有什么好看的呢？那一定要一直在那边竞争搏斗啊！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一出电视剧蛮大的一个改编的魅力啦。是，那这边就很想问啊，真的在史实上面有所谓的三英战吕布吗？好，这边就要来解释一下了哈。其实呢，戏剧有做了超级多的改编。在前面的戏剧当中，刘备三兄弟他们是自己申请要加入到联合军当中嘛，对不对？但如果是小说《三国演义》有这么一段话，叫做刘备从属于公孙瓒，然后是公孙瓒要去征讨董卓，才带着刘备这个以前认识的小老弟跟2位马弓手一起加入到联合军当中。可是你们会看到说，在这一次的戏剧当中，公孙瓒他就消失不见，他神隐了。对，因为历史上其实公孙瓒也真的没有加入到所谓的联合军，那只是小说的笔法而已。然后为了要引出说那个让刘备出战，那在正史当中是怎么样呢？根据《英雄记》的记录，他是这么说的：灵帝末年，备常在京师，就是说，其实在东汉灵帝的时候，刘备是有曾经待过京师这个地方的哈。后与曹公拒还沛国，很有趣哦。我们之前不是讲过说曹操他有段时间逃难吗？对不对？甚至有一些说法是说曹操身旁是跟着几个人一起逃难的。是。这几个人之一，如果按照《英雄记》的记录，其中一个就是刘备耶。结果不是成功，对，是刘备。参与过所谓的吕伯奢杀人事件的人，竟然是刘备，而不是成功，你敢信吗？《英雄记》大概有推敲出这方面的记载。OK， 对，好，但要先说一下，这一段并没有被收录在陈寿所写的《三国志》，因为我们前面有讲过，陈寿这个人制作历史是超级霹雳无敌严谨，只要有一点点的疑虑，他都一律把它剔除掉。所以这一段，虽然说《英雄记》也是一个很珍贵的史料，但是陈寿就觉得说，有可能吗？好像有其他种说法那我就把最没有争议性的保留下来，有争议性的全都不用。所以我刚刚才会说是英雄记，而不是三国志。好，继续说下去哈。后与曹公拒还沛国，募招合众，会灵帝崩，天下大乱，备义起军，重讨董卓。所以刘备是真的有加入到攻打董卓的行列，根据《英雄记》的记录，就这样没了。好，那我们把焦点拉回来三英战吕布的部分哦。是，那对你刚刚还是没有讲到说，他到底是不是史实上有发生这件事情呢？如果历史当中有发生，历史就会记载下来。像我们前面有提到孙坚的故事，就有说孙坚他斩杀了华雄，后来又有提到吕布有跟着胡轸一起去征讨孙坚，在洋人这个地方，结果还阴了他自己的长官一把，导致那个西凉军大败。注意啊，吕布出现在洋人啊，他没有出现在刘备面前啊。如果刘备他真的有跟吕布对战过，历史怎么会没有记载下来？那应该就是假的咯。没有错，对，其实事实上根本没有这件事情的发生。我相信这也是一个小说的笔法，为什么？因为小说当中就是要把吕布被封为就是武力的顶点嘛，是，怎么样才能达成说刘备三兄弟也很猛呢？就是你要跟这个武力顶点的人 PK， 然后打得非常的热烈，小说的读者看得开心，然后同时又塑造出不同的人物形象。因为其实我们现在看的《三国演义》在元代，它很多时候是怎么样？是作为评书小说，就是一个说书人，他就要说给大家听。那其实很多时候有一些情节，就是说书人他自己添加下去的。 OK， 因为你想想看，说书人是怎么样，就是我要有人来，而且还要给我钱，我今天才能过得下去。我如果今天不能够抓住你我明天可能就没饭吃了。所以他就要搞出一些就是新花样出来。他如果就讲说，于是刘备加入了联合军，最终联合军呢无功而返，这故事有人要听吗？无聊死了。对，可是这个时候他就可以加入，反正他本来就不是讲历史，他说刘备此时他遇到了吕布，
当这个吕布一个方天画戟要取他性命的时候，突然旁边有人杀出来，谁敢杀俺大哥？张飞是也。张飞与吕布展开了激烈的搏斗，有没有突然觉得说，哇塞，那个画面感出来了？对，张飞来救刘备了，他跟吕布谁强谁弱？这时候大家期待感就会出来嘛。就是在这些不同的说书先生加油添醋之下，罗贯中可能就有采取几个比较精彩的版本融入到他的小说当中。可是在正史当中，不好意思，这件事情是完全不会发生的。而且我小的时候就觉得奇怪，就是等一下，很多人都说三英战吕布，显得刘关张战力很猛，不对啊，这边有太值得吐槽一点。如果你战力猛，为什么你要3个人去打别人1个？这个你都还打不赢对方，你是围殴开什么玩笑？再来第2点，张飞很猛，我们都知道；关羽很猛，我们也都知道。刘备很猛吗？我很怀疑刘备进来是帮倒忙的，就是2弟3弟我来助你。说不定本来关羽跟张飞都要打赢那个吕布的时候，然后这个时候刘备冲进来，我来帮你。为什么后来平手？就是因为关羽跟张飞都无法输出，他们要好好的保护刘备。不然的话，为什么刘备在《三国演义》当中他没有其他开无双的场面？那就对啦。为什么刘备你一定要加入啊？说不定你刘备不加入，人家关张就已经赢了嘛，对不对？所以我其实长大之后回看这一段，都觉得说，哇哦，好值得吐槽的一段剧情啊！当然那是长大之后已经不纯真的我才会这么想，小时候的我会觉得说好酷好热闹哦，恨不得再多加几个人进来，大家一起围殴吕布，这样子才显得热闹。我突然觉得金老师也蛮适合去天桥下说书啊！本来就是嘛，对不对？我们干老师这一行，如果不把上课讲的精彩一点，学生就早就睡觉了。好，我们就要被长官叫过去说，金老师，大家上你的课都睡觉，怎么办？你要怎么提升学生的上课的专注程度？所以这也是我们老师的必备技能之一啦。好了，我们回来这个焦点了，有关于吕布单挑的故事啊。那我就还蛮好奇，既然没有三英战吕布，那吕布的战绩又在史实上是怎么样的描述呢？好的，这边就来提一下了哈。吕布根据《后汉书》的记录，他是字奉先，并州五原郡九原人，大概这个地方就在今天内蒙古这一带。《三国志》有记录，步便弓马，履历过人，号为飞将。什么意思？就是这个人他能射箭，能骑马，而且所谓弓马，往往就是指说在马上骑马射箭。这其实跟你定点射箭的难度完全不在同一个量级当中哈。因为你想想看嘛，我们现在奥运当中看那些射箭比赛，是他们都要瞄准，然后等到最合适的时机点射出风向的变化，手会不会抖啊？要追求那个最稳定的那一刻，让箭射出去嘛。可是你今天是骑马，骑马怎么样？你是会有上下幅度的波动的，你要在那个剧烈的浮动当中找到一个合适的射的时间点，那其实非常困难。为什么？因为你手上要控弓，脚下还要控马。而且一般人控马是要怎么控？不是要有个缰绳吗？对啊，你要手要拉啊。对啊，如果你2只手都去拉缰绳，请问你哪来的手去拉弓？所以你在马上拉弓，一定是2只手都要离开那个缰绳。当时你只能靠2只脚的核心力量去夹那个马。而且其实三国时代马镫，也就是那个我们2只脚嘛会踩在马镫里面当中去平衡嘛，这个东西可能并不存在。哇，那这就是单纯靠自己的双脚去夹紧那个马背。对，所以我才会说你的核心力量要非常的猛，然后在那么原始的情况下，你还要在马上射箭，你就知道短短这一句话，其实吕布的武艺已经超级厉害了。接下来还有写说什么履历过人，在古代任何猛将通常一定要加上履历这2个字，就是说你本身的肌肉能量超群。像汉高祖他底下有一个猛将叫做樊哙，樊哙有2件事情证明他是个猛将，第一个也是说他履历过人，第二个就是写说樊哙常常在攻打城市的时候，他是最先登上城墙的武将，然后斩杀了多少个人头，证明说我是有实际格斗的战绩的，他已经具有猛将的资格了。当时的人给他一个称号叫做什么呢？叫做飞将。飞将其实也是有渊源典故的哦。飞将的渊源典故就来自于西汉时代有个将军叫做李广。那这个李广他很擅长骑兵作战，本身射箭也非常非常的猛。有一个典故是说，李广有一次出去外面打猎的时候，突然看到有老虎出现，一箭射下去，结果发现怎么老虎都没有动。后来一看，哎呀，
原来是石头，他的履历可以强大到说把箭射到石头里面去，这个是西汉时代的飞将。那你就想想看，当时人用这么猛的将领的典故称呼吕布，你就知道吕布的这个人有多么的厉害。当然他可能真正厉害，可能会有人说，那这样听起来他真正厉害是什么？是射箭嘛，对不对？他近身搏斗，履历过人啊，但有没有可能技术不行呢？哎呀，这边又要提到一个记载，就是《英雄记》有记载，有一次吕布当时已经跟西凉军闹翻了哈，在长安这个地方跟西凉军作战。西凉军有个将领叫做郭汜，当时负责攻打洛阳城的北方。此时吕布打开城门，好对郭汜讲说：“且却兵，但深决胜负。”什么意思？就是有种，我不带士兵，你也不带士兵，我们两个就是单挑。结果郭汜竟然答应了，大概郭汜也觉得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就打赢你来试试看。历史记载，四部乃独共对战，不以矛刺中士。什么意思？就是双方来劈亏的结果，吕布一矛啪就把郭汜给扎住了哈。对，那这个时候郭汜底下后面的人就发现啊，将军有危险，赶快冲上去把郭汜给救回去。这其实在中国历史上，甚至如果聚焦到三国历史上，极为难得的单挑记录，而且可能是最详细的单挑记录。这边跟大家补充一下，三国历史上所谓的单挑记录，很多人会讲说，哎呀，我知道关羽斩颜良嘛，对不对？但其实关羽斩颜良不算是单挑，关羽斩颜良比较像是关羽向颜良冲过去，在乱军之中趁颜良不注意的时候一刀砍下他。那你觉得这算单挑吗？好像也是在混战之中的一个战斗嘛，所以我不会把它归类在说单挑当中。的确，它是很难得有2名大将对战的记录，这其实也可以显示说关羽真的很勇猛，而且在乱军之中取上将首级，这其实是个很猛的表现。但很抱歉，它不符合我们就是1对1，对，没有错。那1对1的记录大概有3个，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吕布对郭汜。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是日后我们戏剧会登场的小霸王孙策。他有一次遇到当时还是属于敌对对手的太史慈，当时的状态是太史慈遇到孙策的时候发现，哎呀，这不是敌军将领吗？结果当时其实孙策后面站了一排人，都是他的部将。结果太史慈不但不绕跑，就说有种来单挑。然后孙策说好，有种来单挑。最终的结果就是孙策抢走了太史慈的武器，然后太史慈抢走了孙策的头盔。那你觉得谁胜谁负？应该算平手吧？没有错，对，这是第2场单挑的记录。那第3场是什么呢？有一个名人出现了，马超对严刑。马超在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就是跟人家谈判的不顺，然后马超想要动手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叫严刑的将领进来，就击伤了马超。当然那时候马超还很年轻啊，可能就是各方面的武艺没有到完全体的状态，但是这就创下就是很难得竟然有能够打败传说中的五虎上将马超所以这也算是很多资深的三国历史迷比较津津乐道的一段。就这3场是单挑，其他的基本上就是大家都是兵对兵，将对将大军混战很少在发生的。所以吕布透过这场战役可以证明说，最起码他的武力可以打赢郭汜。当然大家很容易会受到一些三国游戏的影响，就说不对吧，郭汜的武力通常只有60几了不起70几，可是吕布一个100的打赢70几，那叫应该好不好？不要这样讲因为真正的战场当中不可能会有出现数值嘛，对不对？是，又不是我独自升级会有点数给你分配，没有这回事的啦。对，好啦，那以上呢，这个就是我们介绍有关于三英战吕布的史实的部分啦。那我最后面很想问因为在众多的改编作品当中呢，三英战吕布的场景都会发生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叫做虎牢关。那在这出电视剧里面呢，也有提到曹操后来就攻取了虎牢关，并且攻下了洛阳。董卓呢感受到威胁，就西迁到长安，并且火烧洛阳城。那虎牢关这个地方到底在哪里？它有什么样的战略地位嘞？好，先说一下虎牢关还有另外一个别称叫做泗水关。这个时候一些资深的三国迷就会说开始有问题出现为什么？因为《三国演义》当中是说有一场战斗先发生在泗水关前面，泗水关前面发生什么战斗？就是温酒斩华雄。结果突然虎牢关前面的三英战吕布，你们打了半天，原来都在同一座关卡前面打对啊，到底是怎样啊？这其实就是因为作者罗贯中在历史考究上面，毕竟他不是历史学家嘛，他是小说家嘛，对不对？他以为说泗水关跟虎牢关是2座关卡，但历史上他们其实是同一座。
所以才会导致出现说所谓的就是温酒斩华雄之后你们从头到尾也没有攻进那个关卡，还是要继续三英战吕布。三英战吕布完之后，你们也还是没有攻占虎牢关。这个虎牢关它的位置大概是在洛阳城的东方，它其实非常的重要。这边要来讲一个春秋时代的典故。春秋最早期有一个君主叫做郑庄公，郑庄公他其实家庭很有问题。郑庄公的妈妈本身很不喜欢郑庄公，反而喜欢郑庄公的弟弟。然后这个妈妈就一天到晚就怂恿弟弟说，篡你老哥的位置，你才敢当国君，我讨厌死你老哥了。为了帮弟弟谋福利，当时这个妈妈就说，你现在当国君你弟弟欠缺一个封地，这样子好了，封他去一个叫治的地方，就是制度的治。结果当时大臣集体反对说，不行，治这个地方位置太过于险要了，什么地方都可以封，唯独这个地方不可以给你弟弟。那这个治是哪边？后来人考究，这个治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虎牢关。所以他在春秋时代就已经证明它是个位置非常非常险要的一个地区。基本上从东边要进入到洛阳的其中几个方向，就势必得要通过虎牢关。你如果不通过虎牢关的话，你就只得绕路，比方说往南走，往北走。当然你到最后还是可以打进洛阳，可是你就会耽误很多时间。大家可能会想说就不要硬盯就像这样玩真三国无双一样，当吕布守在关卡前面的时候回避，对，你干嘛一定要去打吕布？你可以绕着他走嘛，对不对？反正吕布那个阿呆，你只要不杀貂蝉，他就会一直站在关卡前面嘛，对不对？真实的作战不是这个样子，是因为当你选择绕路的时候，第一个，你的粮草补给开始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吃重，因为你的时间变长了嘛，对不对？是本来10天的路，你突然变成30天，你是要准备3倍以上的粮食。再来，如果你绕开虎牢关的话，注意虎牢关是有军队哦。等到你走远的时候，虎牢关的军队可能会做什么事情呢？出来迎战你啊！对啊，他可能突然偷袭你后方到时候你不要讲说什么准备几倍的粮食，你只要被人截断一次粮食，你的军队都会崩溃。所以虎牢关，即便你可能会说我不打他行不行？那你其实就算不打，如果你硬攻，你可能要承受很大的损失，因为这个地方非常的险要。你如果不攻，那其实你要潜在非常非常多的风险在等着你，所以才会有人给予虎牢关一个称号，叫做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就是为什么就是在小说当中会特别描写到虎牢关这个地方，显示说这个地方大家一定得通过，如果我们要歼灭掉董卓的话。于是这个时候董卓派出了他最强大的将领吕布，然后呢联军打他没办法怎么办？于是出现了3个横空出世的英雄，刘关张3兄弟，双方在这个最重要的地点最险要的位置展开一场激烈的搏斗。哇，那个小说的感觉整个就燃起来了这个我觉得就是为什么小说或者戏剧一定要描写到虎牢关，因为唯有这么险要的位置可以把小说的气氛给烘托到更高的境界。好的，以上的这个就是本集的内容啦。我们介绍了有关于三英战吕布，还有关于三英战吕布背后的故事。那不知道大家觉得如何呢？欢迎在留言区方留言，我们来跟你做互动跟讨论哦。那如果你喜欢我们这个频道跟节目的内容的话，也别忘了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我们任何的更新哦。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喽，大家拜拜，拜拜。